今年的 F1 片头啊，估计很多人都看懵了。如果你有段时间不关注新闻，可能有一半车手你都不认识。本赛季呢，围场一共进入了6位新秀，全都是00后，最小的06年，最大的也不过是02年。而相较于上个赛季，今年还有4位老车手更换了新东家，所以10支车队到最后只有迈凯伦和阿斯顿马丁延续了之前的阵容。所以看完片头的你，是否前一秒还在疑惑这家伙拽不拉几的是谁啊？下一秒就惊叹他怎么去这个车队？不过没关系啊，郑老师已经更新了一部分新人的视频，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么今天先为大家做一个关于这个片头的简短介绍。首先还是熟悉的 BGM 啊，率先出场的是上赛季积分垫底的索伯车队。今年他们采用的是老带新的阵容，经验丰富的德国车手霍肯伯格搭档新科 F2 冠军巴西人博图莱托，两人相差17岁，虽有明显的代沟，但是呢，一个班级的最后2名啊，往往都能相处融洽，相信他们也可以的。不过绿巨人似乎对巴西小将脖子太细这个事儿表示非常担心，而后者呢，刚刚回应了马尔科2流车手的言论，自信满满，表示自己年轻能扛。不过想想也是C45 这种车可能还没有小米457有劲，那就祝他们好运吧。随后出场的是老牌劲旅威廉姆斯的2位车手，中国女婿阿尔本和西班牙民宿之子小塞斯。感觉这个运镜啊，把96年出生的阿尔本拍得苍老了很多，倒是西班牙人头发一撩显得风流倜傥。2位红牛青训出身的车手，一个28岁，一个30岁，正值当打之年，经验丰富，席位稳定，本赛季极有可能成为地球组的最强存在。接下来出场是小红牛车队，说实话看到这里有点想笑啊，2个00后小朋友，一个摩拳一个擦掌，感觉要大打出手的样子。很多人可能不认识这位上来就给大家拜年的04年小将，此人名叫伊萨克哈加尔，是上赛季 F2 的亚军，虽然名气不大，但是他造就了很多名场面，尤其是 T2 里的暴脾气啊，跟角田有的一拼。当然他的车技也是非常的出色，摩纳哥隧道极限躲避的就是他，而今年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跟上角田的节奏。说实话，后者在小红牛这么多年换了一茬又一茬的队友，马尔科这位老者就是不提拔，不过小日子也才24岁，机会还是有的。镜头一转，哈斯2位帅哥闪亮登场，法拉利青训头牌熊人贝尔曼帅气出场，一个回头给到了狮王奥康。这对猛兽组合的颜值很能打，奥康在去年巴西站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而贝尔曼去年的代打得分也相对缓解了外界对自身的关注热度，所以今年不要内斗，不要撞车就好。然后是阿尔聘啊，03年的杜汉可能快被花布给搞疯了啊，毕竟身后有4个储备车手盯着自己的位置，尤其是南美烈焰和他的狂热粉丝，所以干脆理个光头，看看是否能够破釜沉舟，创造奇迹。而造车大师加斯利即将步入而立之年，拿过分站冠军的他也在跟随车队经历新的周期。去年的地球组老大是阿斯顿马丁，少爷出场从不拖泥带水，也不爱摆 pose， 反正你们都说我是靠爸爸留在围场，爱咋咋地。而梳着大背头的阿隆索气场十足，不怒自威。今年44岁的头哥是围场年龄最大的车手，而紧随阿隆索之后出场的刚好是围场年龄最小06年的天才少年 Kimi 安东内利。头哥也是没有想到20多年过去了，他还能在围场里碰上 Kimi， 他也被誉为 Toto Wolff 的维斯塔潘。安东内利所在的梅奔上赛季仅为第4啊，曾经的联赛8冠王沦为了火星组守门员。招牌车手汉密尔顿也转投了法拉利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他们还有赛车皇帝乔治拉塞尔。拉皇出场又摆出了经典动作啊，这次竟然还有官方特效加成，我第一眼差点看成了红色翅膀。曾经的火星人，如今的赛车皇帝，称号的变化也彰显着地位的更替。今年的拉塞尔将作为梅奔绝对的1号车手开启征程。最后3支车队6位车手，02年的劳森作为大龄新秀率先出场，不知为何新西兰人的造型还有他那句我不是来交朋友的狠话，让我瞬间想到了金刚狼这个角色，可能是这位红牛2号车手驾驶风格过于彪悍了。然后是汉密尔顿出场自带牌面啊，背景 HAM 3个大写字母凸显身份与地位啊。西冠王本赛季加盟法拉利，表现令人期待。反观勒老斯眼神呆滞，气场一下子弱了几分。不过摩纳哥王子忧郁的气质依旧不减当年。而且勒寇也说了，现在有了老汉应付媒体啊，自己可以专心备战。看来本赛季勒克莱尔有望化为一柄无锋重剑，为马拉内罗开疆拓土。迈凯伦双雄维持不变，区别是皮亚斯特里签了大合同，而诺里斯的眼神相较以往的坚毅了许多，脸上也少了一些嬉皮笑脸，多了一些志在必得的神情。而近6年收官战拿到分冠的车手次年夺冠概率100%，所以今年就是诺里斯最好的复仇机会。最后出场的自然是4次世界冠军维斯塔潘，荷兰人将迎来最有挑战的一年，事业上冲击第5冠，家庭也要迎来孩子的出生。但是呢，多方势力的联合围剿，一堆不确定的因素，都让今年的卫冕之路充满坎坷与未知。好了，介绍完毕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新赛季的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迎接这场盛宴，见证2025的辉煌时刻吧。